大家好，我是李灿，今天咱们就聊一聊中国人最喜欢的国家。2021年12月底的时候呢，环球日报它做了一个民意调查，覆盖的人群包括中国7大区域、16个城市，18岁到69岁的普通中国居民所以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。最终收到2000多个调查问卷吧，它其中涵盖了挺多问题的，但是呢，它并没有把它最终的结果完全公布到网上，它只是在环球日报上做了一个报道，好像它整个所有的这个调查结果最终会出一本书吧，还得花钱去买，那就不必了。我只是对其中有1-2个问题还挺感兴趣的，所以就做了这么一期视频第一个就是中国人喜欢程度最高的3个国家，第二个就是中国人最想去的3个海外国家。最终结果显示这2个问题最终的答案是惊人的一致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他们的第1名都是同一个国家。大家知道是哪一个国家吗？当然这有个前提，就是喜欢程度最高的3个国家大家的首选肯定是中国就是刨除中国之外，首选的是谁呢？首选的就是新加坡，而且大家最想去的国家也是新加坡，这倒挺出乎我意料之外的。为什么呢？其实新加坡这个国家在我印象中倒是不错，就是感觉很发达，也很干净，人民的这个素质也很高吧，而且它毕竟还是有非常多的华人。你像这个总理也是李显龙，对吧？他爸李光耀创造的这个新加坡嘛，也是很厉害。虽然它的官方语言是英语但是整体而言，它还是继承了很多华人社会传统的一些价值观，甚至整个国家治理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。其实话应该反过来说，其实当年中国的邓小平他是参考了新加坡的模式的，所以新加坡反倒是我们学习的这么一个榜样吧，就在治国上融汇了这个现代的和传统的交融在一块，很好的一个典范。所以新加坡整体而言，确实在中国人的心中它个形象会比较好，但是今年竟然跃居到了第1，这是挺出乎人意料之外的。根据这个报告显示新加坡在前几年根本连前3都没有进入过，那为什么今年突然之间能蹦到第1呢？不只是喜欢程度上的第1，而且还是最想去的海外国家呢第1名，太奇怪了，对不对？其实我觉得这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中美两国这个冲突日渐加重，在这个大背景下其实很多国家都选边站了，要么站美国这一边，要么站中国这一边，对不对？但新加坡它作为一个有足够话语权的小国，而且它的地理位置挺重要的，它竟然没有选边站而且新加坡的整体领导层，它对中美关系的这个看法比较客观，也比较冷静，同时他们的抗疫措施好像和中国还挺接近的，所以中国民众对这个国家的好感就日益增加了，最终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峰点其实这个报告我真的无力吐槽，就连一个图都不愿意给你做出来，真是让人一点都不直观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它确实也提供了一些线索，可以让我们去挖掘一下，就在中国人的心中，哪些国家特别在2021年的时候，中国的民众他到底最喜欢哪些国家。通过这个报告我们能看出来，就是除了新加坡之外，其实还有7个国家中国人也很喜欢。那么他们分别是谁呢？我下面就一一介绍一下。第2名呢是德国。德国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排名呢？德国整体而言，在中国人心中是一个相对比较中立的国家，它也不是过分的偏向中国，也不是过分的偏向美国。中国人觉得这个国家比较有胆色，不是轻易能被哪一方拉拢的。但其实想一想，德国作为欧盟的一个强国，它肯定是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很多问题的。同时因为我觉得中国人普遍觉得德国人比较严谨，对，而且他们看问题也比较的冷静客观，还有对默克尔的观感也挺好的，虽然默克尔现在已经退休了。而且整体而言，选德国还是因为和政治有很大的关系吧。其实政治它肯定会渗透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，这是没有任何办法的。就是你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，比如交往比较好，关系良好，那么两国民众自然而然的就关系会比较好，而两国对互相的这个印象会比较好，所以相对而言，我就会比较喜欢那个国家，我就会比较讨厌那个国家。都是有原因，政治其实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，所以德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觉得和新加坡有一定类似吧。
有点类似，在政治上它相对比较中立，而且德国人在中国人印象中整体也是比较现代化，比较干净。接下来是法国，不过我觉得法国它政治性考虑可能会少一些，因为法国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很浪漫的国家，巴黎是浪漫之都，法语是最浪漫最漂亮的语言，所以中国人很多人都特别向往能去法国，然后吃法餐，对不对？法餐有什么？吃蜗牛吗？法国它有很多时尚的名牌啊，所以法国我觉得是很多年轻女士很向往的这么一个国家，特别是巴黎。虽然我也学过法语，但是我的目的并不在此啊。接下来一个是美国，虽然中美交恶啊，两国的这个矛盾这么大，对吧？也关系特别特别紧张，但是中国民众对美国的喜欢程度还并不是特别低，虽然肯定有所降低啊。在前几年，我估计美国应该是中国人民最喜欢的一个国家了。现在因为这个贸易战啊等等关系啊，虽然最近有所缓和，所以整体它是下降了一些，但是它并没有降得太过分了，它还在我们看1、2、3、4，在第4名。第4名也很不错了，就是说中国人其实还是非常的喜欢美国的文化吧，应该是因为美国的文化输出还是非常的强劲，好莱坞的这个漫威电影啊等等，对吧？还有 NBA 啊等等音乐啊，就是还有我们现在用的手机啊各种电子产品，还有特斯拉呀等等，对吧？美国还是非常的强劲，科技还是非常的发达，还是很多人很向往的这么一个国家吧。虽然政治上中国民众对美国这个政治啊有些嗤之以鼻了，对，但除了政治方面，大家其实还是普遍挺喜欢美国的。第5个就是俄罗斯，这个其实也不是特别奇怪，因为中俄两国最近几年走得比较近，两国的领导人走得比较近，国家之间走得比较近。去年的时候不是还有进行过联合军事演习嘛，对不对？而且之前因为有苏联这层关系啊，就是中国人其实特别喜欢苏联，就是那一代人，比如说像我爸他们在网上那一辈人特别喜欢苏联的文化、苏联的歌曲等等，这些歌曲啊、电影啊、文化等等，在中国都有特别广的受众啊。而且中国在有一段时间第一外语是俄语，而且在现在好像东北的黑龙江那一带，他们的第一外语还是俄语。当然我本人也挺喜欢俄罗斯的，当然很多程度上可能是在我想象中的俄罗斯吧。其实我本人没有去过俄罗斯，我不知道俄罗斯真正应该是怎么样的。我是透过看那些小说，托尔斯泰啊、契诃夫他们的小说，了解了这个国家，了解了这个民族，了解这个民族它的精神所在。我反倒感觉在那一片冰天雪地之下啊，他们的心啊反倒是非常的火热的，非常的热情。第6个国家是马尔代夫，这个完全可以想象，马尔代夫应该是中国的年轻情侣最想去的一个国家了。我当时才结婚呀，度蜜月就去了马尔代夫。马尔代夫因为首先它和中国是免签的嘛，所以就很方便啊。而且说实话，马尔代夫这个地方确实也很漂亮，一个个岛啊在海中央，然后环绕的海岛，这些海水特别的蓝，蓝的感觉好像特别的深情的感觉，就像爱人的眼睛。第7个瑞士，瑞士肯定也是因为很漂亮呀，太漂亮。瑞士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中立国家，所以政治上考虑肯定是没有了。阿尔卑斯山的雪山呀多漂亮，哎呀我也没有去过，只是看过很多照片啊、风光片，觉得确实感觉像人间仙境似的。而且我老婆之前在好几年前也去过瑞士，因为工作的关系去过那个地方，听她的描述还有看她拍的那些照片，确实特别特别漂亮，以后还是肯定想去一下那个国家，所以普遍的中国人都挺喜欢那个国家的。最后一个国家就是新西兰了，新西兰肯定也是因为特别特别漂亮啊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好多电影都在那里取景啊，就算本身并不发生在那里的，之前上映这个花木兰，它不就是在新西兰取景的吗？一个发生在中国的历史故事在新西兰取景，感觉也不是特别的违和吧，感觉还可以啊。还有之前的指环王呀，乃至于这个日本有个电影叫什么来着，最后的武士啊，其实是说发生在日本的这么一个故事，但其实取景还在新西兰，大家就能看出来新西兰确实真的特别特别漂亮，而且那个地方地广人稀的，人也少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地方去旅游的话，我感觉是特别不错的。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，新西兰虽然也是个英语国家，
但是在中国人看来，它整体比较务实啊，和中国的关系一直不错，所以因为这个原因，中国人民对它的观感也挺好的。还有2个国家，其实我想说一下，第一个就是加拿大。加拿大其实也是地广人稀，很漂亮。之前我岳父岳母去美国游玩的时候，因为去美国玩肯定会去加拿大绕一圈吧，而且中国移民加拿大的人特别多呀。但是呢，加拿大最近因为这个孟晚舟的事件啊，在中国人民印象中特别特别差，所以这个调查显示呀，在喜欢程度最高的国家中啊，加拿大也是一个选项，但是它占比是最少的，只有 0.4%， 所以大家是特别不喜欢它。其实这个国家肯定是挺好的，但政治的东西啊，会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所以想在政治中完全独善其身，不被影响，不被波及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就是日本，在2019年和2020年的时候，它都是第1名。日本这个国家其实很多中国人去过都特别特别喜欢，前几年去日本旅游的人也确实特别特别多啊。大家会觉得日本这个国家真的非常干净啊，还有人民的整体素质也很高，而且看了日本的很多电影电视什么的，应该都会喜欢上这个国家。但是最近这2年，日本好像和中国的整体关系也不是很好，这也确实在一定层面上也影响了大家对它的观感。这种事情就是这么无可奈何的。而且说实话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其实大家很多地方都没法自由流动了，特别是中国国门到现在基本上还是锁的嘛，对不对？好多人都在问我，就说中国什么时候开放边界啊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不过我觉得，因为随着疫情这个控制手段呀越来越好，而且这个特效药应该也快要研制出来了吧？而且我看新闻，好多人因为打了这个疫苗之后呀，这个反应好像也不是特别强烈。我觉得慢慢的人类应该快要战胜这个疫情了吧？希望越快越好吧。希望大家能更快的自由流动起来，然后我们之间的偏见能越来越少，而我们对互相的了解会逐渐的增加。我希望国家和国家之间，人民和人民之间不要有那么多的误解和偏见吧，毕竟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之上，对不对？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，如果你喜欢的视频请记得点赞评论，那么下次再见喽。